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可能会颠覆你对数字货币和全球金融格局的认知啊。就在最近非常有争议的，曾经一度问鼎华人首富的币安创始人赵长鹏在香港港科大的一次演讲，表面上是在谈论区块链技术的未来发展，但实际上他触及了当今金融体系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美元霸权的数字化转型。这也是每一个投资者都应该高度关注的问题。美国近期在出台稳定币的监管框架的同时同步提议要限制央行数字货币。赵长鹏在这次的香港演讲中解读，此举意在扶持美元稳定币。这个解读好像都是在讨论技术但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深层的战略布局。赵长鹏的讲话要点聚焦在3个核心领域：稳定币的影响、RWA 化过程中的问题，以及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发展。但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或许比他说出来的话更值得我们深思今天我们就来结合赵长鹏的演讲，解读一下稳定币、RWA、美元和数字货币，以及赵长鹏可能的长远规划和意图。同时也聊一聊赵长鹏本人是否真的已经完全安全了。让我们先从稳定币说起什么是稳定币？简单来说，稳定币就是一种价值锚定法定货币的数字货币，最常见的就是锚定美元的 USDT 和 USDC。表面上看，这只是技术创新，让跨境支付变得更快、更便宜。利用区块链技术，稳定币可以实现快速、低成本的交易，跨境支付成本远低于传统金融系统。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思考稳定币的本质，就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稳定币实际上是强势主权货币侵占弱势主权货币的工具。这不是危言耸听，让我们来看看数据。当前，全球货币体系正经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最深刻的变革。美国已通过支付稳定币法案等立法，将美元稳定币实质性地纳入其国家金融战略体系。更关键的是，37.2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与规模超150亿美元的链上美元稳定币形成深度风险捆绑。根据赵长鹏的演讲，这意味着美元正在通过稳定币这种新的载体，绕过传统的 SWIFT 银行间结算系统，直接渗透到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中。过去，美元在2个国家之间流动，必须要通过银行间的 SWIFT 系统。虽然很多人批评 SWIFT 被美国控制，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SWIFT 系统实际上也是在保护弱国的主权信用。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银行间系统，绝大多数国家发行的法币虽然没有什么竞争力，但通过银行间进行美元结算，可以很好的控制美元的流入流出。但是稳定币不同，稳定币的效率太高了，它让其他国家的民众可以很容易的拥有美元资产，并且可以转账交易，这就导致了强势货币美元绕开传统的 SWIFT 工具，直接入侵这些国家。听起来感觉是，如果说传统的 SWIFT 系统是各国金融体系之间的海关检查站，那么稳定币就像是走私通道，让美元可以绕过所有的检查，直接流入其他国家的民间市场。没错，它可以做到无孔不入。现在我们来谈谈 RWA， 也就是 Real World Assets， 实物资产代币化。赵长鹏直言 ，RWA 落地难度远超预期，只有靠近金融高交易性的资产才具备先发条件，而非所有资产都适合上链。这个观点听起来很技术性，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一个更深层的战略意图。赵长鹏说，什么样的资产适合 RWA 化？他说的是流动性好的金融产品可以 RWA 化。让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一下。如果金融产品 RWA 化之后，法律监管由谁来做？谁来买呢？答案很明显 ，RWA 化之后的金融资产大概率是用基于美元的稳定币交易的，这才是赵长鹏鼓吹 RWA 的真正目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基于美元的稳定币，如果只是用于国际贸易，那么整个市场太小了，而且还未必竞争得过基于人民币的稳定币。当年 USDT 出现的时候，一开始的原因是美元转账去买比特币不方便，但如果弄个 USDT、USDC 这种链上的代币，交易和结算都比较方便。所以最后起来了。从稳定币的历史来看，现在鼓吹金融资产 RWA 化，其本质就是资本账户开放。美元如果想要极大的加深稳定币市场的容量，那么必须创造更多的机会。按照现在的数据看，美国必须实现的战略目的是金融资产的线上化，也就是现在鼓吹的 RWA 稳定币，正在将美元从传统的银行清算体系中解绑，让全球资金得以绕过 SWIFT 网络和多层监管，直接在链上完成跨境流动。这是一场关于路径而非货币的革命。如果 RWA 真的只是实物资产的代币化，那意义可能并不大，甚至可能最后就是非法集资的骗局。但是如果金融资产线上化呢？这就完全不同了。需要注意的是，赵长鹏对去中心化的交易所非常感兴趣，因为他就是做这个起家的。但是背后另外一个战略问题是，如果都线上化了，那么外资买卖金融资产就是完全不受控的，这基本等同于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并且丧失货币发行权。所以千万不要别人弄个新名词忽悠你，你就信了。金融监管确实各国政府都需要非常警惕的。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全球货币竞争的格局。在2024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历史性突破31.5%，80余国央行持续增持人民币储备的战略窗口期。中国面临着一个关键的选择：是被动接受美元稳定币的侵蚀，还是主动构建人民币稳定币的体系？让我们先看看人民币稳定币的基础条件。如果稳定币早期的用户主要是交易媒介、跨境结算，后期才会延伸到财富储存的话，那么我们要看看跨境支付中人民币的情况。在 SWIFT 中，人民币的出海和中国的工业品出海完全是两个境地。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数据背景 ，SWIFT 每年据说是$50万亿美金的体量，但全球的贸易额到2024年才只有33万亿美金的体量。这些不对等的数据背后，实际意味着 SWIFT 中大量是金融交易，而不是实体贸易。那么我们把跨境结算分成两类。一类是和实际贸易结算有关的，一类是和纯资本跨境流动有关的。中国是贸易大国，如果不出大的意外，这是未来人民币稳定币能立足的关键所在。但是在资本账户下，这个就不好说了，毕竟这是比谁的拳头大。分析人士认为，虽然美元稳定币有先发优势，但中长期来看，恐难以逆转全球去美元化的趋势。这给了各国发展本币稳定币的机遇，但也带来了挑战。对于任何国家而言，是否以及如何发展本币稳定币，都需要在国际竞争与金融主权之间寻找平衡。从理论上来说，各国都可能会考虑发展基于本国货币的稳定币，主要应用场景是跨境贸易，但同时需要在国内使用中保持谨慎态度，并建立严格的监管框架，以防范金融风险。在缺乏主导权的情况下，各国可能会对金融资产的代币化保持警惕，也就是对 RWA 保持谨慎态度，或者将 RWA 限定在非常小的范围内。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很多数字货币投资者都非常关心的问题：稳定币会影响其他类型的数字货币吗？首先，我们要清楚一点，这个和技术毛关系没有，这是一个监管问题。比特币的形成中，非常大比例的是有两个群体：第一，特殊行业用途，主要利用的是非实名制；第二，本国法币信用差、波动比比特币还大的国家。在这个大背景下，实际上数字货币已经实现了对现实中国家铸币权的侵蚀，然后加上投机的力量，造成了比特币波澜壮阔的行情。但是如果未来对各类数字货币的监管逻辑是加强，并且有稳定币的形式实现对其他国家货币主权的侵占，那么最后比特币难免不会走向衰落，可能沦为只有投机价值的代币了。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是想力推 USDT、USDC 这些美元稳定币，想让他们从交易媒介转向价值储藏的工具。我不怀疑美国能做到第一步，但是第二步能否做到才是关键。稳定币可以从交易的环节迅速地渗入一个国家的支付系统，而且绕开了本地监管严格的银行，但是能否说服这些国家的人民拿着美元稳定币不兑换？这就好像70年代前说服各国央行拿着美元不要找美联储兑换成黄金一样困难。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赵长鹏安全了吗？从表面上看，赵长鹏已经从美国的监狱中释放，并且能够在香港公开演讲，似乎表明他已经摆脱了法律风险。但是情况可能并不那么简单。首先，我们要明白，赵长鹏之所以能够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并且在香港这样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发表演讲，背后可能有着更复杂的政治考量。美国对于币安的态度，从一开始的严厉打击到现在的相对宽松，这个转变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其次，赵长鹏再回香港乘坐上宾，这个时间点很值得玩味。这正值香港立法会全票通过稳定币条例，成为全球首个针对法币稳定币建立全面监管框架的司法管辖区的关键时期。从赵长鹏的讲话内容来看，他对美元稳定币的推广显然是有目的的。他强调稳定币的优势，鼓吹 RWA 的发展，推崇去中心化交易所。这些观点表面上是技术导向，但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扩大美元稳定币的应用场景和市场份额。所以赵长鹏现在的安全很可能是建立在他与美国金融战略目标一致的基础上的。只要他继续推动有利于美元霸权数字化的项目，那么他就是安全的。但如果有一天他的立场发生变化，或者触及到了美国的核心利益，那么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不得不说，美国还是全球金融领域无法撼动的老大哥啊。香港在这场全球数字货币博弈中扮演着什么角色？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参与稳定币发行沙盒计划的首批参与者。根据稳定币条例，其核心监管要求涵盖牌照准入、优质流动性储备等。表面上看，香港正在积极拥抱稳定币发展，建立完善的监管框架。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香港推出的稳定币监管框架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如果香港发行的稳定币主要锚定美元，那么这实际上是在为美元霸权的数字化服务。如果香港能够发行锚定人民币的稳定币，那么这将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有机遇在稳定币的发展中削弱美元霸权，构建中国资产和人民币在全球经济中的新地位。香港站在这场变革的最前沿，
意图似乎非常明显。从第三方观察者的角度来看，香港的稳定币政策既为美元稳定币提供了便利，也为其他货币稳定币留下了空间。这种多元化的策略体现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平衡艺术。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个更加深远的问题：稳定币的发展对美元帝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稳定币并未挑战美元的信用本体，却在悄然改写美元的流通路径、资金的落点选择与全球资本的定价方式。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判断。从短期来看，美元稳定币确实强化了美元的全球地位，让美元能够更深入地渗透到全球各个角落。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策略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我们知道，美元霸权的基础是什么？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以及全球对美元信用的信任。但是稳定币的出现实际上是在挑战这个信任基础。听你刚才讲下来，稳定币不是锚定美元吗？怎么又会威胁到美元呢？虽然稳定币锚定美元，但它本质上是一个私人发行的货币。USDT、USDC 这些稳定币都是由私人公司发行的，而不是由美国政府或美联储发行的。这就意味着全球对这些稳定币的信任实际上是建立在对这些私人公司的信任上，而不是对美国国家信用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确指出，美元稳定币和美元之间的稳定关系是绝对不可能长久的。稳定币绝对会超发，或者美元资产被掏空，用于别的用途和目的。不信的话，你看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可以了。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美元承诺与黄金挂钩，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全世界都相信这个承诺，把美元当作纸黄金来使用。但是最终呢？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现在的美元稳定币其实就是当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数字版本。美元稳定币承诺与美元一一兑换，全世界都相信这个承诺，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承诺最终都会被打破。稳定币可以从交易环节迅速渗入一个国家的支付系统，而且绕开了本地监管严格的银行。但是能否说服这些国家的人民拿着稳定币不兑换？这就好像70年代前说服各国央行拿着美元不要找美联储兑换成黄金一样，最后运行个几年，彻底割一把韭菜。估计这就是美元帝国最后的宿命。面对这样的局面，各国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稳定币的本质和风险。稳定币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更可能是货币影响力扩张的工具。任何国家都不应被新概念所迷惑，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其次，各国都可能考虑发展基于本币的稳定币，但需要严格限制其使用场景。理论上，本币稳定币主要应用于跨境贸易，但在国内日常交易中需要保持谨慎，并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以防范金融风险。第三，在缺乏主导权的情况下，各国可能需要对金融资产的代币化保持警惕。如果 RWA 真的如此优越，那么发达国家应该率先将自己的核心金融资产进行代币化。任何允许外币直接购买本国金融资产的做法，都可能涉及金融主权的让渡。第四，需要认识到，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监管问题和国家战略问题。数字货币的未来发展方向，更多的取决于各国的监管政策和国际博弈，而非纯粹的技术因素。这场围绕稳定币的博弈，实际上是新时代的货币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技术实力，更取决于经济实力、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可以看到，赵长鹏在香港的讲话，表面上是在谈论技术发展，实际上涉及的是全球金融格局的重塑。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稳定币确实不是中性的技术创新，而可能是货币影响力扩张的数字化工具。RWA 也不仅仅是资产代币化，而可能涉及金融主权的重新配置。赵长鹏目前的处境很可能和全球数字货币监管环境的变化有关。他的讲话虽然包含了技术见解，但也明显带有特定的倾向性哈。各国如何在这个资本流动、货币主权和国际化进程之间能找到一种平衡？投资者又如何保住财富，甚至寻找暴富的机会呢？美元帝国的最后宿命又会是什么？那在他自己创造的这个数字化工具中，是想走向终结，还是巩固美元的霸权地位？让我们拭目以待。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